很多人一直觉得尼安德特人就是一群落后又原始的野人，智人才是真正聪明先进的人类。事实似乎本该如此，但如果告诉你12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或许就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工厂流水线模式呢？我们固有认知里总觉得智人远比尼安德特人聪慧，尼安德特人笨拙原始，发展之后现代人类更是远远高出一个层级。可先别急着下定论，一提到工厂，大家脑海里都是现代的画面，大批工人分工协作，大型流水线运转，机械轰鸣，还有包装运输的完整流程，怎么看都和原始的尼安德特人扯不上关系。其实不该带着进化偏见去看待古人类，尼安德特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原始工厂，没有传送带和工业机械，却已经是那个远古时代相当超前的存在。这条史前生产线遗址就在如今的德国。有趣的是，德国本就是老牌工业强国，底蕴深厚，某种程度上仿佛这份工业底蕴从十几万年前就埋下了伏笔。把时间拉回12.5万年前，地球正处于间冰期，气候环境和如今有几分相似，整体环境适宜生物繁衍生存。尼安德特人也在这片土地上安稳生活，他们懂得用火管控植被，会采集各类野生植物，甚至大概率已经尝试驯化培育植物。所以别在刻板印象里觉得尼安德特人只是满身毛发蜷缩在洞穴里的原始野蛮人，我们都该重新认识这群远古人类。考古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会特意选址湖边作为集中处理大型动物骨骼的固定场地。目前已考证，在这里处理过的动物至少有172只，包含鹿、野马以及早已灭绝的巨型野牛。研究表明，他们不只是简单敲碎骨头取用骨髓，还会将骨骼敲成无数碎块，放入水中加热，专门提炼高热量的骨汁。这就像一座史前食品加工厂，专门熬制浓缩高脂骨汤。看似荒诞，却有着实打实的考古依据。真正关键的不在于熬制骨汤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份发现足以证明尼安德特人早已掌握十分成熟的食物深加工技术，整个处理流程规整密集，体系化极强，还出现了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统筹规划，有人负责搬运猎物躯体，还有专人固定在区域内熬炼骨汁。他们虽然没有营养学的概念，却清楚知晓脂肪蕴含超高热量，还摸索出了最高效的获取方式。科研人员甚至推测，尼安德特人会先在野外完成猎物初步拆解，只运送有利用价值的关键部位，运回专属炼制场地集中加工。简单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建立专业加工中心的思维，就像现代工厂有业绩指标一样，尼安德特人也有着隐性的获取脂肪的目标标准。若是提炼不出足量油脂，整套碎骨熬制的流程，从生存角度来说根本得不偿失。有人会觉得，单凭这一个案例不足以证明尼安德特人的先进。这话没错，但类似的考古证据远不止这一处。从技术层面来看，他们甚至还拥有了原始的化工作坊。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打造石器时会调配多成分复合胶水，这种特制粘合剂完全是自主研发调配而成。这处远古作坊遗址不在德国，而是在直布罗陀的先锋洞穴。考古人员在洞穴内发现一处小型火塘，这里极有可能是远古专属的胶水制作工坊。这也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对火的运用早已超越取暖、烹饪的基础用途，而是将火当作可控的化学工具来使用。就像日常烹饪一样，食材经过高温加热，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尼安德特人在长期用火实践中摸索出规律，就此催生了史前胶水制作工艺。他们能够精准把控火候，烧制出粘性极强的胶油，把石刀、石片固定在木柄上，再用动物筋腱或植物纤维进一步加固绑定。科学家为还原古法，还复刻了这套制作工艺。原料会用到岩蔷薇燃烧后的汁液，而配方里最关键的原料竟是鸟粪和蝙蝠粪。这类排泄物分解后会形成鸟粪石，听起来让人难以接受，却实实在在是制作远古胶水的核心原料，使用价值极高。先来看看这个远古化工厂本身到底长什么样。整个结构其实很小，大概只有23厘米宽，深度不到9厘米，差不多也就一个小碗那么大。它不是随便挖个坑，整个内壁明显经过刻意切割，南北两侧还延伸出2条狭窄沟槽。科学家目前推测，尼安德特人会先把岩蔷薇叶塞进坑里，再用潮湿沙土封住顶部，泥土里还混入了鸟粪，目的就是减少氧气进入。接着在封好的小坑上方生火，燃料用的是草和灌木，内部温度慢慢升高，植物材料就会析出浓稠的棕色树枝，
想要顺利提取，温度至少要达到150°C以上，听着就跟做化学实验一样。科学家一开始也没弄明白这个小火塘的用途，后来分析火塘墙面和地面的残留物，用上了好几种化学检测技术，还有质谱分析，能直接识别样本里的分子成分，查清这里以前到底烧过什么。为了摸清完整流程，研究人员还按原样复原搭建了尼安德特人版火塘，反复测试下来，4次实验都成功提取出树枝，也基本证实了远古胶水工厂的推测是靠谱的。看完这些就能发现，尼安德特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以往都觉得他们只是四处游荡的野蛮猎人，还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甚至可能已经会组织大型协同狩猎。时间大约是在20万年前，地点还是德国。在舍宁根考古遗址里，研究人员发现了木质长矛、双头石器以及超过50匹野马被屠宰后的遗骸，而这些马来自不同年龄层。在经过一系列检测之后，科学家发现这些遗物的年代比过去认为的时间年轻了大约10万年。这些材料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从一片古湖岸沉积层里被挖出来了，而按照新的年代推测，那个时期尼安德特人其实已经遍布欧洲。研究人员现在认为，他们很可能会把整群野马驱赶到提前选好的伏击地点。简单来说，就是团队围猎，而且还是有计划、有配合的那种。一些研究者认为，大约2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复杂的协作能力，包括组织狩猎、共同制定计划以及协调行动，甚至他们的社会合作水平可能已经接近早期之人。而最早的时候，科学家曾认为这些长矛、石器和马骨大约有30万年历史，但问题是现场又没有写名字，所以研究人员只能通过沉积层里保存下来的花粉去对比当时全球气候变化周期，再反推出大概年代。按照过去那条旧时间线，这些猎人可能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祖先，或者另一种古老人类海德堡人，但新的时间分析结果却越来越直接指向真正留下这些遗迹的很可能就是尼安德特人自己。为了进一步确认年代，研究团队后来又分析了蛋白质里的氨基酸变化，因为生物死亡之后，这些化学结构会随着时间慢慢改变。于是他们检测了4个蜗牛壳、15个微型甲壳类生物以及8颗马牙，这些样本都来自发现长毛的同一层沉积物。随后科学家再结合花粉记录和气候数据，重新计算这些生物死亡至今过去了多久。结果显示，这些遗址的年代最终被锁定在了大约20万年前，而留下这一切的很可能正是尼安德特人自己。